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讲的话题来讲一讲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是被推崇到非常高的地位的。现在我们如果去学西方哲学史，我们还是要从古希腊开始。就连罗马天主教也吸收了古希腊的很多元素。他们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还把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融进了基督教的方法论啊。圣奥古斯丁也是啊，圣奥古斯丁也吸收了很多的柏拉图思想。古典基督教教育沿袭的基本上都是古希腊的学科设置，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七艺教育嘛，可见它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有多大。希腊文化辉煌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些在网上实在是太多了啊，维基百科里面好多词条的，那我就不展开了。在教会历史的第二课里，我们曾经浅浅的提到过。今天我们的重点在于这个希腊文明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有没有西方主流思想宣传的那么高大上啊？我们要这样思想，如果希腊的文明真的这么好，那么为什么古希腊的所在地以及希腊文明影响到的那些地方，现在基本上都是文明的沙漠地带？比如说土耳其、西亚、埃及以及波斯和印度。那倒是文明被蛮族完全拆毁的西欧，发展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的文明形态呢？这就是我们想要思考的啊。说明希腊文明是有它的硬伤的，那到底它的硬伤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在了解希腊这个国家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希腊的地形。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地方特征是一定有的。当然了，我们不是地域歧视啊，我们只是分析这一方水土它产生的民情秩序以及这里的社会特征。这一张图呢是欧洲的地形图，我们看过教会历史的人肯定对这一张图超级熟悉啊，我们讲过很多次。红圈圈里呢就是希腊的大致区域，整个希腊在巴尔干半岛上，它整个的地形是北高南低啊。北面呢多山地，南方是海洋，有半岛和很多的小岛。半岛呢连着大陆架，有非常好的水上运输和海洋资源。但是整体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山地比较多，褐色的部分都是山地啊，它平原很少。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啊，就看到希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由半岛和很多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的。海洋、高山就把希腊分成很多的城邦。山地多，平原少，那各个部落之间它的交通就很不方便，他们基本上就只能独立发展，它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文化和非常独立的政治制度。他们互相之间谁也征服不了谁啊，这就形成了各种独立的一些城邦国家。当有外来入侵者的时候呢，大家就临时的联盟一下啊，平时呢就各管各的，在贸易上可以互通有无。但是我们知道，虽然经济作物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农耕文明时期，商品贸易的规模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你没有工业产品嘛，那基本上仅限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那这种量就大不起来啊。那这样的城邦联盟就非常的松散，这个和波斯帝国那种大一统的制度是非常的不相容的。不管是从版图的大小，还是从国力的强弱来说，波斯是不可能把这几个小小的城邦国家放在眼里的。结果呢？结果他就在这里栽了一个大的跟斗。由此可见啊，这个区域最大的特征就是分散，它大大小小有200多个城邦。这些城邦一般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然后再连带周边乡村地区，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小国寡民。土地面积都很小的啊，一般也就1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也就几万人。
最大的城邦呢是8000多平方公里，有大概将近几十万的人口。基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的原发性的文明是怎么样的。所谓原发性的文明，就是没有外来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自发产生的文明状态啊。人类文明最早期的形成就是原始的血缘村落，就是氏族社会。当人口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呢，超过一定的族长管理能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一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共同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要有一个共识，大家都服气的一套制度，这个就是政治。政治的意思其实就是众人之事啊，所以政治没有什么可怕的。现代基督徒不谈政治啊，那基本上不是傻就是坏啊，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二个解释啊，没有第三个解释，应该这样说。Anyway， 我们要这样想啊，一个家族、一个村庄，到底是由谁说了算？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就知道，谁家的儿子多，谁就说了算。本质上，它是一个力量型的社会，就是谁狠，谁就是爷啊，特别是农业社会。所以这种原始村落发展起来的城邦，是由缓慢形成的富有的贵族家族把持的。在农业社会，两极分化也是同样存在的啊，富的也会更富，穷的也会更穷。而且呢，穷人连阶级上升的渠道也基本上是没有的。你一旦成为奴隶，你要变回自由民的可能性，那简直就太小了啊，和中奖的概率是差不多的。渐渐的，这些城邦国家就形成了适合各自城市发展的政治状态。斯巴达就是军人统治，大多数的城市呢是贵族统治，有一些呢是建主制。什么叫建主制呢？就是贵族不方便自己统治啊，我得找个人来出个面，做个白手套啊，自己呢躲在后面干政，这个就叫建主。佛罗伦萨曾经就有一段时间说是建主制啊。当然这是别人对他的比较贬义的评价。还有呢，就是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制，但是我们要知道，雅典的民主和今天我们熟悉的西方民主是不一样的啊。不过 anyway 啊，这一块区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城邦自治是他们的普遍状态。而且第二点啊，城邦自治它是非常非常的多样性。每一个城邦的情况还都非常的不一样。这样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是怎么样产生希腊非常有特色的思想哲学的呢？本质上来说，还是和希腊的地形有关。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这样的山地加海洋的地区，贸易互通的量是很小的。大部分呢是本地化的经济共同体，也就是说你得自力更生，缺什么你也不能随时淘宝上下个订单，对吧？你也不能够去隔壁的城邦去买，你来回一趟要翻5座山呢，所以你必须是本地供应，必须是自我满足。因此啊，他们的人就必须竭尽所能的发挥个体才能，他就必须追求全面。这个就像一个小公司啊，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哪里缺人你都能顶上去。大公司嘛，你只需要做好一个小螺丝钉就行了，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做同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希腊的城邦国家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必须往多才多艺的方向去发展。我们在希腊的历史上看到很多人都是通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啊，他整个人就是通才这个词的名词解释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这个就是分散秩序带来的好处。这种分散秩序带来的通才教育也表现在后来西欧的蛮族身上。古典基督教教育出来的基本上都是通才啊，知识领域本来它就是一通百通的啊。最牛的通才就是牛顿啊，还有那个达芬奇啊。所以呢，分散秩序它是很有优势的，小到公司，大到国家，都是有同样的逻辑。
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多小公司一开始很有发展活力，等到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不得不走向官僚体制了呢？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人经常追求大一统，但是上帝设立的秩序不是这样的啊。上帝的心意是小而分散才是美。在全球化之前的美国，基本上也是全产业链的啊。二战一旦爆发，他们可以1年之内生产几万架飞机。那现在估计不行了啊！现在连口罩都要进口了，供应链一断，那脖子就被掐断了啊！这场疫情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国家，你光依靠全球化带来的鼠标经济还是靠不住的啊！我们还是要有实体。希望西方的政客能够觉醒啊！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对人的价值肯定就非常的明确。在希腊就有一股风气啊，就是人必须要活得有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工具价值，你必须要有用啊！你要不就是多面手，你要么就有一技之长，你能够弥补社会的稀缺。整个社会风气非常尊重人的才艺，因为整个民族需要生存，需要自给自足，需要自我完善，需要自我发展。所以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追求全面，追求卓越。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一个有才有艺的人，他就一定会被人肯定，人的价值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因为你对整个城邦有用嘛。但是这种情况在一般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下就很难形成。一方面呢，人多力量大啊，你不行别人上，你行别人也行，那你的个体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对吧？所以久而久之呢，这种风气很难形成。你要是想追求一点不同，那么旁边说风凉话的人就不少。中国古代不是就有白马非马的这个争论嘛？公孙龙不就是被嘲笑嘛？我们要知道白马非马，这是妥妥的集合问题啊，这个是逻辑学的这个思考方向啊，对吧？它是属于逻辑范畴的。结果被人这么风凉话一说，中国的逻辑好像就没有发育啊。在集权社会，就算人有工具价值，他也不一定会被肯定。因为统治者的价值高于一切，但是在希腊这种分散秩序里，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最高统治者。你想生存，你就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那慢慢的，他就把人的价值抬高到一个被全面肯定的地步，抬高到一个非理性的地步。所以希腊的哲学用一个词来总结，它就是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思想风气下，只要你能够有一样东西是专长的，那你就是有价值的。那专长那就多了去了，对吧？各种领域你都能够做到极致，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希腊看上去好像文化非常辉煌，各个领域你都能够成为我们今天膜拜的榜样。舞蹈、戏剧、运动、艺术、文学、音乐、诗歌啊，任何一方面，甚至是技艺、雕刻，都能够成为人非常追求的事情。当然了，强大和征服也是同样的重要。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什么会在希腊这么盛行呢？这个都和他们的文化有关。这种状态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是慢慢演变的，它都有一个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浅薄到丰盛，从表象到深刻，从形而下一直到形而上。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慢慢的在文学和艺术这两方面就成为他们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啊，文学和艺术这两大类，那都是吃饱了饭没事情干的时候才会去发展的。战争年代是没有权利谈文学和艺术的，第一代移民也是没有资格谈文学和艺术的。一般这个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才有资格做的事情啊。第一代移民尽想办法生存了啊。所以呀，当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这些城邦就会慢慢的演变出各种适合自己的稳定的自治制度，并且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去积累他们的文明。所以呢，
自治传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种文武并重的社会风气的引导下，希腊很早就有了学校的制度。因为整个社会风气它是崇尚知识的，大家非常热衷于哲学讨论，满大街都是哲学家啊。这个哲学在那里真的是一点也不高大上啊，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甚至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过希腊两大哲学流派对教会普通信众的影响。在保罗那个时代，加入基督教的尊贵人并不多啊，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平民。可见啊，这种哲学思考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啊，它是人和人之间交谈的主要内容。关于希腊的社会风气啊，在圣经里面也有相关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去到雅典，他看到的情形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和犹太人辩论，当时的希腊犹太人是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在集市上讨论一些问题。圣经说是以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学派。以比古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伊比鸠鲁，这个是古希腊非常有名的两大学派之一。伊比鸠鲁学派呢，它是非常崇尚享乐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是受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影响很大的啊，他否认神的存在，他也否认死亡的存在。他的逻辑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怎么看待死亡呢？他觉得死亡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死亡就没有来临，对不对？但是你反过来想，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死亡和我毛个关系都没有。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奇怪啊？其实它这个逻辑和佛教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它都是用回避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是消灭问题，它不是解决问题啊。它的理论因为涉及到非常高端的原子论和享乐主义，它就比较容易得到罗马帝国上层阶级的尊崇。罗马后来的宫廷享乐主义，它就是遵循这个路径的。斯多亚呢，就是现在翻译叫斯多葛主义啊，是芝诺创建的。他非常推崇道德，他认为通往幸福的道路就是持守道德，遵循自然的原则。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叫美德是唯一的善，健康、财富这些都是中性的啊，它本身不存在善。那大名鼎鼎的塞内卡就是斯多亚主义者啊，还有一个哲学家皇帝叫马可·奥热留，就是写《沉思录》的那一个啊，是罗马的五贤帝之一，他也是这个派别的。这一套理论啊，它是从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那里继承来的。苏格拉底的学生创立的那个学派叫做全儒学派，这个学说后来发展成苦修主义，对基督教早期形成修道主义产生过影响。这两大学派都被记载在圣经里，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经的超越性？因为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和这两种思想在做抗衡，人一直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游走的，要么就是极端的体贴肉体，以肉体的欲望为偶像，要么就是极端的向往精神，走向道德的自我陶醉。佛教就是这个套路啊，就是道德的自我陶醉。但是这两者都被圣经否定了，因为他们都不认识神。面对保罗的传道，他们得出的结论居然是保罗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耶稣的复活在他们的眼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外邦的鬼神。这个和中国当时看待基督教的眼光是非常类似的啊，他们就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是外国人的宗教啊。他们和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把保罗接下去带到亚略巴谷，想听他继续说道说道，这就是救恩的开始。我们注意看一下括号里面的话，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看到没有？这就是当时的民情秩序啊！大家普遍喜欢在街头谈论新的哲学思想。
我们如果不了解雅典当时的社会风气，我们就不太可能理解这一段话。其实他们就是喜欢围观别人讨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谈论学术上的事情，或者谈论艺术上的事情，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主流的社会风气，它就一定会产生非常突出人的艺术作品。他们的文学就弘扬英雄，他们的艺术呢也是围绕英雄，他们的雕塑呢尽力的在推崇男性的力量美，因为这和他们的征服和追求强大有关系。他们那旮瘩正好出产花岗岩和大理石啊，他们的建筑呢都是很高耸的，突出人的能力，而石头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一种永恒的代名词。他们整个的文化思想中心就是为了突出人，为了突出人的价值。这种风气也是影响到后来的应许地的啊。耶稣的门徒指着圣殿对他说：“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个在当时希腊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他说：“看，这是我们的希腊啊！”这个就是高大而又华美的希腊，在当时基本上是无人能够超越的。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帝国的文化带到被他征服的土地上，他这种文化自豪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种环境下，那父权在他们那里就是至高无上的。小孩子生出来，你必须先给父亲去看啊，父亲看完以后呢，伸出大拇指朝上，那么这个孩子就要留下来。如果这个拇指是朝下的，那这个孩子就必须要被弄死。如果父亲不想养这个孩子，那么女人怀了孕了也得堕胎啊，那满月想生下来以后也得杀死。如果父亲想生孩子，那么女人落胎或者是流产，那就是重罪，他轻者可以被休，重者可以被处死。而这一切呢，是主流媒体不会告诉你的。所以他们非常崇尚了希腊文化，和他们非常推崇的人的价值其实是矛盾的。正是因为追求人的价值，所以他们整个思考不单单是追寻今天的生活，而且还要追寻未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从各个方面去探究，怎么样才能叫我们活得更好。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啊，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关于他的思想都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记录下来的，就是会影篇啊。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书也有关于他的记载，比如说圣诺芬的啊，比如说还有那个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都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圣诺芬对他有点偏见啊，所以圣诺芬的记载和柏拉图的记载他们有点冲突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啊。苏格拉底呢，他开了一个哲学学校，关键是他还不收学费，这个就严重扰乱了当时的教师市场啊。他还经常在大街上找人辩论啊，被他堵在路上辩论的人基本上都会落到非常难堪的地步，因为他会不断的追问。你摆出一个观点，他就从这个观点展开问更多的问题，问到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自己否定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又引导你去问更多的问题。结果后来，人再有智慧也架不住这样被他问，对吧？所以后来人家看到他都绕着走。他还有一个爱好呢，就是喜欢在大街上和青少年辩论啊，教他们怎么样进行追问式的思考。结果这些小孩子学会了以后呢，就去自己的学校去追问自己的老师啊，所以呢，苏格拉底就非常的招人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这么做是为了捣乱啊，他真不是为了捣乱，他是非常非常真心的，他是真正的在追求神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他用追问这种方式逼着人去正视自己在观念上的逻辑错误。只要被他问到的，问着，迟早就会出现逻辑上的自我矛盾。他就通过这种追问的方式，让人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去引导人进行自我否定。所以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对吧？
他就是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啊，他是自我否定的鼻祖。他后来呢，因为政治原因啊，被当时的统治者罗织了罪名，抓起来了啊。但是定他罪的是当时由500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罪名也很滑稽啊，说他是带坏小孩子、腐蚀青少年，对神呢不够虔诚。你居然敢让人怀疑自己的信仰，哎，这肯定不行啊！偶像崇拜是希腊的立国根基。那个时候，雅典刚刚输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的人就认为是因为我们的人不够敬虔，才导致战争的失败。所以苏格拉底这个时候就成了背锅侠。这一幅名画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啊，他是被毒酒毒死的。其实他是能跑的啊！我们看这幅画，它下面有一块瓷砖，哎，是可以翘起来的。据说这里就是下面是他的一个逃跑的通道，是他的学生为他预备的。但是他不肯跑啊！我们在画里面看到他一手指着天啊，一手呢去伸手拿那杯毒酒。他指着天呢，就是告诉大家哥上天了啊！因为他相信死后是有灵魂的，死亡是不可怕的。这个信心确实是蛮大的啊！但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的生死观，所以他看待死亡呢也就不太严肃。苏格拉底代表哲学思想思考的最高水平，但是他的思考依然陷入了思维瓶颈。他的追问意识其实并没有答案。希腊的崇尚理性的风气并不能够拯救他们，反而将他们最聪明的人送上了绝路。这个是不是很讽刺呢？苏格拉底的悲剧就告诉我们民主的困境。古希腊的城邦自治，它当然在一个很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但是因为民情秩序才是原始民主的参与主体，民众的思想决定了民主的性质，而决定这些公民投票的原则是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的价值如果是主观的，那么谁的声音大，谁有说服力，选票就倾向谁。那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呢？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赋予人真正的价值取向。古希腊是多神崇拜的，我们以前讲过啊，多神崇拜的本质上它是自我崇拜，因为这么多的神明都是他们的打工仔啊，都是为他们打工。他们心目中的神，能力超级强，啥都能干，但是智商都特别低啊！你叫他干啥就干啥。你这样的偶像崇拜，你就不可能使民众开启真正的智慧。每一个人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投票的，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对吧？所以这种民主啊，它是注定要走到尽头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对这种民主最大的讽刺。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困境。因为希腊人强调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但是它依然是非常初级的民主，它不可能和我们今天的西方民主划等号。现在的西方民主是经过基督教上千年的改造和演变，在历史中慢慢形成的，它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西方左派特别推崇希腊理性主义，这背后是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民主它不是一种权利啊，民主只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治理手段。谁说一定要有民主啊？就算英国的清教徒想要和印第安人去讲民主，丛林里面的原始人他坚决不答应啊。我们就是要用石头拳头说话的。所以民主不是一种权利。很多人攻击圣经，说圣经里面没有民主，这是对民主的认识太肤浅。民主充其量也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但是全民参与的民主，它就一定是就低的，它是向低的人去看齐，它是就低不就高。因为一个社群里不管怎么样，总是懒惰的人多，不爱思考的人多，不爱学习的人多，天生爱学习的人是不存在的。
小孩子最喜欢放假了，对吧？学习都是被爹妈逼的。所以民主的基本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信仰。只有信仰才能改变人性，其他的都是顺从人性。人自己的思想也是顺从自己的人性。只有基督教是反人性的，而人性恰恰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犯罪之后的人性，就是撒旦最铁的盟友。虽然苏格拉底被民主杀死了，但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继续思考，既然人类这么愚蠢无知，能够将他的老师送上绝路，他从此对民主制度就恨之入骨，非常的鄙视。他和苏格拉底都是崇尚精英治国的，有美德的贵族治理国家，你总比一帮菜场里面卖鸡卖鸭的人投票来决定国家政策要靠谱得多嘛。所以他对民主是彻底的失望，他开始构想理想国的状态，依靠人的理性去设计理想国，去设想天上的那个理想的国家。后来西方主流社会的努力目标都是追寻他这一套乌托邦共和国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理想国。但是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思想天上的事情的，对吧？基督说过，你们没有人上过天的，所以这种思考注定是没有答案的。当他穷尽一生也没有答案的时候，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决定，哎呀，不用想了，我们还是来观察吧。于是他就开始建立自然科学的分类研究法。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呢，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还要干脆啊，他就是用武力啊，我们用武力去推广先进文化，去同化落后的文化，去建立大帝国共荣圈啊，进行先进的价值观输出。这就是他东征的动力，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这种使命感呢，就来自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希腊文化自豪感，人的高大，人的尊贵，人的优秀。就这样啊，人类的思考模式以这三个杰出人士为代表。苏格拉底呢是人间的思考，柏拉图呢是理想国的思考，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察，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呢，最后还是回归到靠武力来解决，就一觉回到解放前，最后还是用丛林法则来说话啊，还丛林法则最管用。幸亏亚历山大的时间不长啊，神的手真的是很奇妙。如果帝国的大一统最终建立起来的话，那应许地是不可能幸免的。文化征服比以斯帖里面的肉体征服它更加危险，因为它不动声色啊，所以你就很难分辨。最后他们的好学生罗马就把这一切都继承了下来，政治上采用希腊的城邦共和，法律上采用了希腊的理性主义，在宗教上呢，全盘照抄希腊的各种神祇，走的是希腊神秘主义路线。然后在罗马的宫廷推广的是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亚历山大，我们看到希腊在哲学上高开低走，最后他们的科学哲学都没有终极的答案，他们注定会走到尽头，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我为什么说这是人的尽头呢？大家都推崇的希腊文明怎么会是人的尽头呢？哎，你们不要不服气啊，我就来和大家仔细的来展开说一下。我们上一节课讲到过底比斯圣军，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同性恋军队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社会风气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觉得他们奇葩，他们当时自己是不可能觉得自己奇葩的啊，因为当时的文化就是这么决定的啊。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啊，它是尚武的，它是崇尚武力的，大家都要靠武力去征服的，用武力来自保的，这就导致男性的地位非常非常高。整个城邦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男性，每一个男孩子都是很珍贵的，必须要好好培养的，因为都要去打仗的嘛，他们都是社会的栋梁。
所以就必须由男人来教育男孩子，女人教出来那就太阴柔了，这就不奇怪，对吧？所以后来发展成由成年男人带领小孩子，就产生非常畸形的男男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呢，它非常不稳定的是什么？是气候，是粮食的出产。所以这种不稳定，它就注定不可能使人口有稳定的增长。人口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高度正相关的啊。那个是要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古代是靠天吃饭，所以它不可能无节制的去生孩子，而且你也不能生所谓的劣等的孩子。那早产儿出生就要被弄死，残疾那就更加不用说了，这些都是社会的负担。大规模发生战争的时候，人口损失率一高，他们就翻转了啊，他们就开始鼓励生育了。那妇女私自堕胎，你就是死罪。当人口太多的时候，超出粮食供应的时候，他们就要计划生育了。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支持优生政策的。我们看到没有，他的矛盾在哪里？他们一方面极度的推崇人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他就不是人啊，就根本没有人的价值，这是不是很矛盾呢？但是这种矛盾人自己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是从人的工具价值来制定策略的，所以注定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们知道，人口政策这种路子你是走不通的。因为人起码要培养12、13年，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大致上有没有用。那真正体现他有没有用，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些人大器晚成，对吧？所以他需要时间成本，而战争和粮食供应你都是无法预计的。所以计划生育它就是扯淡，你根本没法计划，对吧？但是这种同性恋恋童癖一样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的理性看来是非常好的一条解决之道。它一方面可以培养优秀的男性，而且男男关系呢，还能在既满足欲望的同时，它还不产生后代。那产生后代呢，和女人进行非常有计划的生育，强壮的留下来，瘦弱的就杀掉。你既不增加负担，还能增加国力。哎呀，真的是现在的荒诞剧你都不敢这么写，对吧？但是当时的希腊真的就是这么做的啊。所以把希腊推崇到理性高度的西方左派，他显然是不敢告诉你这些真相的。而这一切呢，女权主义连提都不敢提啊，这就是他们虚伪的地方。所以不仅仅被他们处死的苏格拉底的这种民主政体，它是一条死路。就连他们的哲学思考也是一条死路，甚至连他们的人口政策也是一条死胡同。这就是希腊文明的困境。我在这里不是要特别的去批评希腊的这些所谓的人口政策啊，因为希腊的这种做法它并不是个例。纵观历史啊，东方西方其实都一样，堕胎现象是常态。中国不是有婴儿塔吗？就是放弃婴的地方，让孩子在那里等死的地方。最悠久古老的堕胎记载应该是在古埃及，在公元前的1550年，有一本书，叫埃伯尔莎草书啊，它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医学书籍。它上面就留下了古埃及最早的堕胎记载。这个时代我们看一下时间，公元前的1550年，基本上就是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前后啊。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埃及法老要接生婆杀婴的事件啊，摩西就差一点点被杀了啊。希腊文化它更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弃婴文化。在光辉灿烂、浩如烟海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中，你完全看不见当时的人对杀婴、弃婴，包括婴儿献祭和堕胎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一本书叫《泰阿泰德篇》，他里面提到了一位接生婆能够在怀孕初期就帮人堕胎，就非常的表扬他这个技能。
在国家篇里面呢，他甚至主张年过40的妇女就应该强制堕胎，因为生下来的孩子不健康的比例太高。那个时候堕胎行为不触犯希腊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是赞成城邦有权强迫妇女堕胎。他的主要理由是，除了控制人口以外，也可以减轻穷人生活的负担。他是从人的幸福生活的角度去考虑的啊，看到没有？他都是为了更高的善。希特勒一样啊，希特勒不是也要优化人口嘛？他也是为了更高的善。到古罗马那个时代，那就更加厉害了，社会风气很开放，所以堕胎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古罗马的法律它不允许，不仅仅它允许堕胎，它还允许杀婴。在公元前的450年，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十二铜表法，它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啊，说对畸形怪状的婴儿应该立即杀掉。有些历史学家曾经记载过，罗马帝国的农村地区，你是随处可见弃婴的尸体。法国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布莱克门，他曾经讲到过这一段历史。他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对未出生的婴儿提供的保护少之又少。这个其实几乎就是没有啊。西方的理性自由主义，他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要走这一条道路。所以推崇希腊文化的人，他最终也会支持堕胎，他们是一条路走过来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就很简单的支持堕胎，他们也有反堕胎的时候啊。但是他们反堕胎的理由呢，是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好像是对人的尊重。他们反堕胎的理由，其实很有意思。最早的反堕胎是追溯到可以刻在石刻上和泥板上的那些法令，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花岗岩上的啊，还有是90条的亚述判例汇编，这里面都有，它都有禁止妇女堕胎的条款。但是它针对的并不是堕胎行为本身，而是对这个行为的结果对当时的父权造成的危害。就是父亲的权利，比如说第三者去殴打一个妇女，导致她流产，你就要被判处罚金。为什么？因为你要赔偿的是这个妇女的丈夫，你要补偿这个家族的受损的利益。妇女本人的堕胎行为，她也会受到追究。为什么？因为她违背了丈夫的意愿，就是丈夫不同意的情况下，妇女自己去堕胎，这是要被追究的。所以反对堕胎的情况，你要看是否符合家里男人的利益。在古希腊、古罗马，丈夫掌管着子女的生杀大权。如果城邦不担心人口过剩，不要求他们牺牲孩子，那他就可以让他们出生。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同意实施堕胎，这个就好像和我们今天的所谓的避孕是一样的啊，不会受到任何的追究。在那个时候，哪怕堕胎，它也是一种轻罪，它侵犯的不过是父权和夫权。只要被侵权者没有反对意见，他就不会被处罚。所以它是一个民事责任，它不是一个刑事责任。我们就要思想了啊，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对人的尊严进行重新的定义，那么今天的计划生育明天就可以鼓励二胎啊，这个就非常的正常。全世界都是这么干的啊，并不仅仅是中国是一个特例。我们这样就能够知道基督教文明的价值所在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天上掉下来的，人权是天上掉下来的，真的就没有啊！没有天上掉下来这回事儿。天上掉下来的，除了审判，除了最后的末日，另外就没有什么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这种前后自我矛盾又自以为是的智慧，它就是以人为本的结局，是他们的必然走向。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后来西欧的后裔们在离弃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而去拥抱希腊文化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产生这种类似的情形。以人为主的思想，它就一定会崇尚
异教文化，因为为了新奇嘛，为了追求稀奇嘛，耳朵发痒嘛，他也一定会去崇尚经济的繁荣，他为了人的享受嘛，他也会崇尚思想解放，因为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他也会崇尚优生政策，对吧？所以启蒙主义以后希特勒这么干就不奇怪了啊。崇尚基于享乐主义，法国就是这么干的，对吧？你既想享乐，又不想为自己造成生育和养育负担，那你怎么办呢？那就计划生育，对吧？那如果缺人怎么办呢？引进人口嘛，你就不用养18年了，你直接可以上税了嘛。他也会崇尚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就是近年来堕胎政策、吸毒合法化这些法律背后的核心价值观。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消费主义，为了享乐主义，对吧？我又要满足我的欲望，但是我又不想承担责任，所以你就必须支持我合法堕胎，必须保证我吸毒安全。还是那一句话啊，一切的社会现象本质上它都是信仰现象，信仰决定了价值，价值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政治。美好的社会都是由你的信仰产生的，而信仰真正的起点是从我做起啊！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济学的话题啊，拉佛曲线。拉佛曲线是一种假说啊，它是设想政府的税收入和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是0的时候，政府1分钱都没收到。随着税率的增加，政府的收入也在增长。但是当税率超过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再提高税率，你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入的减少。因为你比较高的税率，你会抑制经济的增长，它会使税基减少，最后呢会导致税收入的下降。当税率达到100%的时候，那就没有人工作了啊！大家都等着政府喂饭吃，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就共同富裕就变成了共同贫穷。但是社会还要运行啊，怎么办呢？那就强迫劳动啊，你就会进入一个强迫劳动的社会。所以共产主义的这个理念，它本质上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我们这样就能理解英美的保守主义为什么会推崇减税政策，因为减税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可以扩大税基，可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劳动中来啊，它也可以减少贫困人口。那同时政府的税收入也会增加，那么政府的税收增加呢，它又更好的去解决穷人的生活环境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啊，我们了解一下也有好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大政府，这和我们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啊。我们一直是被厉害了我的国洗脑的，政府其实它不是我们的救星，它是我们为了控制我们的敌人而自己一手塑造出来的另一个敌人。当然啊，我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在这里讲经济学的啊。我的思考呢是这个曲线结合我们今天看到的希腊理性主义的瓶颈，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大哲学家们的思考路径，突然间让我想起了这条曲线。当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就随着我们的思考不断的去加增。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理性的幻觉，觉得好像我们自己越来越接近真理。但是当我们碰到物质界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开始自我怀疑，开始矛盾百出，开始怀疑一切。西方的理性主义也是走入这个瓶颈的啊，他们是从实证主义开始的。凡事都要被验证才能够相信，这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上去解读它是对的。结果后来他们在信仰上也采取了实证主义，那就是怀疑主义开始兴盛。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仰是没有办法证实的嘛，所以既然没有办法证实，我就不能相信。最后呢，他们越想越多，越想越多，想过头了，他们就越来越不相信上帝。
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怀疑圣经的译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明天呢就开始怀疑圣经的成册，它是不是有人的作为在里面，是不是几个主教自己私下定的，后天呢他们就开始怀疑圣经本身是不是神的话，它是不是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升个级啊？这种思想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漏洞，就是他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难道做不到在历史中主宰他的圣言被收集整理起来吗？他难道不能够主宰圣经的翻译过程吗？再退后1万步说，他难道就不能主宰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圣经终端接受者，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正确的带领吗？他真的是太小看我们的神了啊！所以这一切的怀疑，它都是让你否定真理，最后一路向下，返回到丛林法则，去走亚历山大的路线，去用屠刀征服。关键是你到底是亚历山大呢，还是那个屠刀下的生命呢？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理性的最高处去相信神的启示，因为一切的真理不在他以外。但是我们人类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这是我们的眼睛结构决定的我们的眼睛长着就是看外面的，看不见自己的也只能向前看，也看不到后面。亚历山大也一样，俗话说不怕你坏就怕坏人有文化。这个希腊文化非常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老是想着要文化输出，去改造全世界，去征服全世界。古代的希腊人他也是3个自信上帝会答应吗？我们下一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希腊文化的征服就是世界的希腊化。